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他高门出身却胆小如鼠，他自以为独得恩宠，却不料到最后落了个被下封的结局。他就是人送外号一姐的富察贵人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富察贵人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给作没的。第一点，到处树敌。别看四季妹怨对华妃请安迟到的时候，富察贵人满脸嫌弃，透着聪明。实际上富察贵人自从怀孕之后彻底飘了。为啥这么说呢？来，咱们看富察贵人是如何用一席话得罪一群人的。听听富察贵人这话里话外的，虽然他说的是沈眉庄，可这宫里谁不知道甄嬛和沈眉庄交好啊？更何况甄嬛也差点深陷沈眉庄假孕一事。富察贵人这话一说出口，明摆着就是讽刺甄嬛和沈眉庄。然而富察贵人的操作到这儿还没完，讽刺完沈眉庄和甄嬛之后，富察贵人接着说天赐阿哥，这话讽刺谁呢？你以为他是讽刺新贵人只有生女儿的命，实际上他还讽刺了华妃恩宠不断却无所出，讽刺齐妃只会长高的三旦位置不保，讽刺皇后天赐阿哥也没有保住的命。怪不得在后来的请安大会中，皇后有意无意地提醒众人暗害富察贵人。瞅瞅富察贵人这傻样，皇后这话中话他愣是没听出来，还以为皇后在关怀自己，却不知富察贵人刁难安陵容之时，皇后就开始收买安陵容了，开始谋划如何处理剁了吗订单了。第二点，富察贵人自以为皇上看重他，却不知皇上心里压根儿没有他。单从富察贵人自曝自己有孕的时候，新贵人曾说皇上几个月才召幸富察贵人来看，富察贵人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可想而知。加上富察贵人仗着有孕恃宠而骄，让御膳房将吃食流水一样送过去，并且还用身子不适为由时不时的打扰皇上，导致皇上对他越来越不耐烦。可见皇上对富察贵人并不上心，富察贵人的恩宠就像手中的细沙，稍纵即逝。遗憾的是，富察贵人这个局中人他看不透，他自以为皇上是宠他的，是怜他的。所以当富察贵人小产之后，他把所有的怨恨发泄到失宠的甄嬛身上，一遍遍挑唆齐妃用妃位压制甄嬛。最后齐妃经受不住挑唆，命翠果在长街上打甄嬛耳光。翠果儿，打烂他的嘴。也正是因为富察贵人挑唆齐妃的这个举动，导致甄嬛利用花蝴蝶复宠之后，决定报复富察贵人。第三点，胆子小。要问宫中谁的胆子最小，富察贵人敢说第二，绝对没人敢说第一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剧中富察贵人是甄嬛用人质的故事下封的，实际上富察贵人胆子小被下封这回事儿，早在之前就埋下了伏笔。剧情往前，咱们看妙蛙种子下线之后，甄嬛为了揪出害她的幕后凶手，特意派小允子扮 NPC 在宫中四处游荡。好巧不巧，小允子游荡时被富察贵人撞见了。瞧瞧富察贵人宫里最伶俐的桑儿跑的那叫一个快，可见小允子这 NPC 实在给力。也正因此导致来不及跑的富察贵人被吓晕了，哪怕隔天醒来还是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。经此一下，可以说富察贵人被吓怕了。所以当甄嬛主仆联手说了一个人质的故事，富察贵人就被吓得浑身发抖，甚至被吓得连坐都坐不稳，直接摔倒在地。其实仔细想，甄嬛能发落富察贵人吗？很明显不能，毕竟富察贵人再怎么说也是高门贵族出来的，一进宫就当了贵人的人，甄嬛有什么本事可以把他做成人质呢？就算甄嬛再怎么受宠，她也不敢向皇上进言杀死富察贵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甄嬛知道，一旦她向皇上进言了，皇上也只会觉得富察贵人不过是任性罢了，这样一来反而是甄嬛狠心了。因此甄嬛和槿汐联手说人质的故事，一则是想借着人质的故事吓富察贵人，二则是杀鸡儆猴，吓富察贵人的同时敲打一下曹贵人。只可惜富察贵人太不经吓了，既看不清自身定位，又把宫中所有人给得罪了，到头来把自己作了个凄惨的下场。